从上一集知道，亲子鉴定是从相同基因组、相同染色体或线粒体、相同编码位点、相同编码数据、相同编码序列这5个相同中解码、检测、分析，寻找出相同的遗传标记。为什么相同基因组是第一道大门呢？在此，我们以人和黑猩猩的基因组为例。人类基因组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数据、编码序列、编码信息都是不一样的。黑猩猩基因组中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数据、编码序列、编码信息也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人的1号常染色体有24925万多编码数据，而黑猩猩的1号常染色体是23700多万编码数。我们人的2号常染色体是24300多万编码数，黑猩猩的2号常染色体是11600多万编码数据。可以看到，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数都是不同的，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序列也是不一样的，每一条染色体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就像不同的电脑软体程序要表达出不同的信息。我们人类基因组有1号到22号22条常染色体和1对性染色体。黑猩猩有1号到23号23条常染色体和1对性染色体。人类基因组24条染色体有30亿 DNA 编码，黑猩猩25条染色体有33亿 DNA 编码。每一种生命中，每一条染色体虽然都是由 ATCG 这样的4个编码构成，但是 ATCG 这4个编码可以组成无数不同的染色体和线粒体，表达传递无数不同的编码信息。从这里我们看到，核心就是编码序列。编码序列就像不同的电脑程序，虽然都是0和1组成序列，因为编码序列不同，要表达的信息就不同。比较这2个不同的基因组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每一条染色体都是独一无二的。不同基因组绝对不会有相同的染色体，就像我们人的1号常染色体，你不但在黑猩猩的基因组中找不到相同的编码数据、相同的编码序列、相同的编码信息，
你在任何的生命中，任何生命的基因组中，你都找不到我们人的1号常染色体。2号、3号，一直到每一条染色体，都不可能在其他生命基因组中找到。所以每一条染色体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当然，黑猩猩的每一条染色体也是独一无二的，也不可能在其他生命中找到黑猩猩相同的染色体。全世界人都来自人类基因组，才会有相同的1号、相同的2号、相同的3号、相同的一直到22号、相同的 X、相同的 Y 性染色体。你我相同的每一条染色体，只有在人类基因组中才能找到。换句话说，基因组不同就没有相同的染色体，当然也不会有相同的编码位点、相同的编码数据、相同的编码序列，当然不会找到相同的遗传标记。因此，确定生命的亲缘共主关系，前提是相同的基因组，核心是相同的编码序列，证据是相同的遗传标记。这样的比较让我们知其然，并不能知其所以然。为了知其所以然，先要复习一点高中生物知识，这是高中生都熟悉的减速分裂。在精原细胞中，姐妹染色体复制，同源染色体联会，1次分裂、2次分裂，产生精子。同样方法产生卵子。我们要从生命的本体，也就是从 DNA 编码序列的层面看基因组和精子、卵子的关系。图中每一条染色体很容易被看作简单的长条，不会想到这是有具体编码数据、编码序列携带着编码信息的染色体 DNA。例如，这是男子的精原细胞，里面有1号到22号22对常染色体和1对性染色体。这23对染色体包含着60亿 DNA 编码，一半来自男子的父亲，一半来自男子的母亲。当男子进入青春期，精原细胞中46条呈分散状态的染色体开始要忙碌起来，它们各自都要复制成为2条。父亲的1号要复制成2条，母亲的1号也要复制成2条，每1号都要复制成2条。这个过程称为复制姐妹染色体。然后父亲的1号姐妹染色体要找到母亲的1号姐妹染色体，这叫做
同源染色体联会，1号必须找1号，2号必须找2号，同号找同号，也叫同源。同源染色体进行联会，这时候同源染色体必须对齐相同数量编码片段进行交换，信息重组。经过1次分裂、2次分裂产生的精子中，就有了男子父亲和母亲的信息。同样方法，在卵子中也有了女子的父亲和母亲的信息。当精子、卵子结合以后的新生命，就有了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的遗传信息。以此看见，生命一代代得以延续，祖辈信息一代代得以传承，都因为同源染色体的一次次联会。没有减数分裂联会，就没有精子、卵子，就没有生命。联会只能在同号染色体进行，而同号染色体只能在相同的基因组中找到。就如父亲的1号常染色体找母亲的1号常染色体，都必须是人类基因组中的1号常染色体。你不能在其他的基因组中去找这样的常染色体，你根本找不到，因为根本就没有。只有相同的基因组中才会有相同的染色体，相同的编号，相同的数据，相同的序列，相同的信息。而你在其他的生命基因组中，你都不可能找到这样相同的染色体，因为基因组不同，你就没有这些相同。总之，不同基因组不能进行同源染色体联会，不能产生精子、卵子，就没有生命。虽然 DNA 亲子鉴定已经普及，对于自己身世有确据的人并没有兴趣，但如果与己相关的人身世不清，就会去做亲子鉴定了。正本清源，自己的血脉毕竟是个原则问题。认识 DNA 之前的低前生物学时代，进化理论告诉我们，人是古代鱼的后裔，是香蕉、苹果的远房亲戚，与黑猩猩有亲缘共主关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都是禽兽的后裔。令人不解的是，如果有人说谁的祖先是禽兽，谁都会跟人急。但我们都是禽兽的后裔，就没什么感觉，甚至甘之如饴。当人们认识 DNA 之后，进入了低后生物学时代，人类对自己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，对自己的来龙去脉不再只是盯着血肉之躯，不再只是从生命的表体想象
揣测我们的祖先，而是从生命的本体 DNA 去思考，为什么祖辈传给我们，我们留给后代的一个针尖大受精卵细胞，就可以长出能歌善舞、能说会道、能写绘画、能造宇宙飞船、能想干各种好事、坏事的大活人呢？原来，在针尖大的受精卵细胞中，有60亿这样的 DNA 编码，它们来自父母的精子和卵子，它们是遗传信息，它们在人体的每个细胞中，就是这60亿编码信息，长出了我们这些能干、想干好事坏事的大活人。在你我的血肉中有编码，有信息，这是祖辈留给我们，我们将传给后代的60亿 DNA 编码遗传信息。通过 DNA 亲子鉴定，对5个相同的检测解码分析，可以证明全人类都来自独一无二的人类基因组。古代鱼、香蕉、苹果、黑猩猩都有它们各自的基因组、各自的染色体线粒体、各自的编码位点、编码数据、编码序列、各自的遗传信息、各自的遗传标记。DNA 亲子鉴定、检测解码分析结果证明，人与黑猩猩来自不同基因组，因此没有相同的染色体和线粒体，没有相同的 DNA 编码位点、编码数、编码序列、编码信息，没有相同的 DNA 遗传标记的科学证据。DNA 亲子鉴定可以确定，人与黑猩猩从来没有亲缘共主遗传关系。我们人绝不是禽兽的后裔。那么，人到底是谁的后裔呢？DNA 亲子鉴定原理告诉我们， DNA 是生命遗传信息的唯一载体，是鉴定生命遗传关系的唯一依据。一切与生命遗传相关的问题，都必须从 DNA 寻找答案，必须拿出 DNA 的科学证据。只有通过 DNA 亲子鉴定，才能找到 DNA 遗传标记的科学证据，才能确定亲缘共主遗传关系，才能知道人到底是谁的后裔。